赵丽颖的旺夫体质有多强？合作过的男星个个都凭借与她的作品在攀高峰。秦俊杰自己都笑着吐槽，这是被动解锁了高光时刻。谁懂啊？7年前青云志里那个只能眼睁睁看着碧瑶为爱挡刀，连感情线边都摸不着的曾叔叔秦俊杰，7年后竟然在央视开年大戏《小城大事》里和赵丽颖正儿八经的谈起了恋爱，还组了个让全网客生客死的现成 CP。 这反转来得太突然。可更让人破防的是秦俊杰最近采访里爆料的一个片场名场面。他说在福建平潭拍吵架戏那天，韩风跟刀子似的，他和赵丽颖直接被冻哭了，那眼泪哗哗的，根本不是演的，是生理性的落泪。结果呢，这股天然的委屈感反倒完美契合了角色情绪，被网友狂赞老天爷追着喂饭吃的沉浸式演技。秦俊杰自己都笑着吐槽，这是被动解锁了高光时刻。你看这事儿有意思吧？跟赵丽颖合作的男演员总能遇到点这种玄学，要么是角色突然就爆了，要么是演技突然就开窍了，要么是人气突然就回春了。从早期的陈晓、张翰，到后来的林更新、陈伟霆，再到现在黄晓明、秦俊杰，一个个都像是被点中了穴位，事业线蹭蹭往上窜。内娱这么多年，关于赵丽颖旺夫体质的讨论就没停过。可这玩意儿到底是门玄学，还是藏着什么我们没看透的底层逻辑？咱们今天就掰开了揉碎了，好好聊聊这事儿。很多人把旺夫归结为运气，觉得是赵丽颖八字好，谁碰上谁沾光。但你只要稍微扒一扒她这几年的合作细节，就会发现这事儿远没那么简单。就拿2024年那部刷屏的《与凤航》来说吧，林更新跟他二搭，效果炸裂到什么程度？导演邓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，连夸了3句好，非常好，特别好，出其意料的好。邓科还透露了一个细节，说这俩人合作根本不需要磨合，从开机就是熟人局状态。很多出圈的片段，比如扔缸、吃葡萄，甚至沈黎下水捞行纸，结果拽着对方头发拉上来的那个爆笑名场面，都不是剧本里写的，是大家在片场吃饭时聊出来的，然后现场共创的。制片人郑中立说得更直接，他形容赵丽颖是与凤航的定海神针。这词用得妙。定海神针是什么？是稳得住场子，是给所有人安全感。林更新呢？导演评价他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在现场比较活跃，其实他很认真的在做功课。一个给足了安全感，一个憋着劲儿认真做功课，这种互相兜底的氛围，出来的化学反应能不强吗？这就引出了旺夫的第一层真相，这不是单方面的输血，而是高段位玩家之间的同频共振。赵丽颖就像个高质量的引力场，她自己足够强大，足够稳定，自然能把周围人的状态都调到最佳频率。再说说2026年开年这枚重磅炸弹《小城大事》，这部剧的阵容一出来，网友就炸了，因为黄晓明和秦俊杰这俩人，一个是杨颖的前夫，一个是杨紫的前男友，网友们看热闹不嫌事大，直接打出标题：当年被杨颖、杨紫甩掉的男人，现在全靠赵丽颖带火。这话虽然带着点八卦的戏谑，但你仔细品品黄晓明在这剧里的状态，确实是完全不一样了。他扮演的基层干部郑德成，为了贴合80年代糙汉书记的形象，不仅减肥，还全身涂深色粉底，塑造风吹日晒的粗糙肤质，刻意留着胡茬。路透花絮里，他和赵丽颖演争吵戏，俩人飙戏飙到忘词，导演喊卡之后，还在那儿互相对。豆瓣网友把这段评为年度现实主义片段，弹幕里刷屏，终于看到黄晓明不用背台词了。还有秦俊杰，他为了演好那个记者杜涛，
提前走访老记者，苦练老式28自行车，结果被赵丽颖调侃练出片了。她饰演的科研人员，穿的西装皱褶和眼镜的度数，都是请 NASA 顾问仔细考证过的。这种细节控的较真劲儿，说实话，在流量明星扎堆的剧组里挺难看到的。可为什么一到赵丽颖的剧组，这些人就都变成了细节控、体验派？这就要说到旺夫的第二层真相，他用最笨的办法逼出了所有人最聪明的选择。赵丽颖拍戏什么样？秦俊杰在采访里说了，丽颖姐对角色的较真劲儿特别感染人。她为了演好基层镇长，减重晒黑，素颜出影，指甲里都嵌着泥，这种态度会推着你也做到最好。你想想，当你对面站着个指甲里嵌着泥，眼睛里全是戏的搭档，你好意思在那儿念数字摆 pose 吗？你但凡有点职业自尊心，都得被逼着把压箱底的功夫拿出来。所以你看，不是赵丽颖忘了他们，而是她像一面镜子，把对手演员最好的一面给照了出来，激发了出来。这种氛围一旦形成，整个剧组的创作状态就对了。就像《小城大事》里那些老戏骨，朱媛媛、张国强、于艾磊、陈明昊，一个比一个能打。赵丽颖自己呢？在这么多戏骨面前，她排第5、第6又如何？她能撑起一番，能和这些顶级演员在同一个框架里飙戏不拉胯，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。那问题来了，赵丽颖这种引力场是怎么练成的？为什么她总能挑到好剧本，总能组起这种神仙局？王晶有次采访说了句话，点得非常透。他说，赵丽颖能红，是因为没有杀伤力，很会挑剧本，有观众缘。这话乍一听像是在说性格，其实是在说智慧。没有杀伤力，指的是他选的角色不咄咄逼人，让人想亲近，很会挑剧本，那就更是门技术活了。有人扒过他选剧本的标准，他演的角色很少是一路顺风顺水开挂的。比如《风吹半夏》里的许半夏，在资本面前被压制着前行，却始终没有放弃自己，是在夹缝里活出尊严。到了《小城大事》里的李秋萍，留学回来的基层女干部，因为人情世故单薄，上来就经历零票落选的挫败的，从黄晓明演的郑德成身上学基层智慧。你看他挑的角色都有毛边儿，不光滑，不完美，但有韧劲儿。这种人物，观众看了能共情，能代入。他选导演也是不追求快钱，跟郑晓龙、康洪雷这些导演合作，一部戏能拍半年以上，不依赖特效、死磕道具、方言、服装的细节。有个数据挺有意思，易安统计过，他主演的剧在3、4线城市的完播率比行业平均高出47%，豆瓣评分基本稳定在7.5以上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的观众盘是铁打的，不需要热搜轰炸，人家自己会找来看。这背后其实是长期的信任积累，制片方心里都有本账，用赵丽颖稳妥。她没负面，业务能力强，出活儿。当别的流量明星出问题被换掉时，她永远是替补的首选。她用一部又一部的作品，把自己活成了这个行业里的硬通货。所以回到旺夫这个话题，你会发现，这根本不是什么神秘的东方玄学，而是一套非常清晰的底层逻辑。他用自己的高标准筛选了项目，用自己对角色的敬畏感染了对手，用自己多年攒下的观众缘保证了作品的底盘。在这套逻辑里，任何一个正常的演员，只要他还有点上进心，都会被推着往前走2步。这2步在外人看来就是在攀高峰。有人说赵丽颖现在越来越冷，越来越毒。确实，这2年关于她的八卦越来越少，偶尔上个热搜，还是狗子拍到她去接孩子，或者一个人去雍和宫，手里拿的不是求姻缘的牌子，
是事业福。网友都笑疯了，说赵丽颖拜佛都投简历，可这不正是她想要的状态吗？把战场从热搜搬到荧幕，让讨论回到角色，让私生活回到生活。她不再需要靠被谁爱来证明价值，她现在是我能爱谁的甲方。以前是别人消费她的脸，现在的消费她的脑子。你看她接下来的片单，2部文艺片待映，导演一个是贾樟柯的学弟，一个是 First 青年展的爆款，全是奔着欧洲3大去的。他还打算自导自演，题材都想好了，叫被谣言毁掉的女明星。走到这一步，谁还关心他忘不忘谁？他自己早就活成了一道光。至于那些跟他合作过的男星，是运气也好，是被激发也罢，终究还是应了那句老话，好演员终究得靠作品说话。而能跟赵丽颖这样的演员同场竞技，本身就是一件挺过瘾的事吧。